吉尔加美什，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最著名的传奇人物之一。他的故事记载于距今将近4000年前的吉尔加美什史诗之中。这部史诗讲述了一位充满野心、渴望长生不老的国王，为寻找永生的秘密而踏上漫长的冒险之旅。然而，在经历了无数挑战与失败之后，吉尔加美什最终明白，真正的永生并不存在于神赐的魔法药草之中，而在于他创造的丰功伟绩，以及这些功绩留在人们心中的记忆与传承。由于故事精彩绝伦，这部史诗在古代广泛流传，甚至还对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经典产生了深远影响。今天我会带你走进吉尔加美什，帮你深入了解隐藏在它背后的神秘历史。在之前的视频中，我从不同角度探讨过全球洪水的传说，包括洪水前的世界以及亚特兰蒂斯的种种谜团。但今天，我想带你认识一位更特别的角色，他就是史诗英雄吉尔加美什。你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洪水，这个几乎在全球各个古老文明中都出现的共同记忆，故事情节上竟然如此惊人的相似，但在细节上又各自不同。更奇怪的是，这些故事似乎都与创世纪中的大洪水紧密相关，却又在叙述中刻意扭曲甚至否定创世纪的内容。而在这些矛盾的传说里，有一个神秘的群体始终占据关键位置，就是传说中神与人类的混血后代，他们被称作尼菲林的巨人族群，其中吉尔加美什正是他们之中的典型代表。很多神话记载，大洪水摧毁了这些巨人，但又隐约提到，他们中似乎有人侥幸生存了下来。吉尔加美什或许正是这些幸存者之一。这种现象或许意味着，全球流传的洪水神话，并不是简单的模仿或改写创世纪的情节，而可能保留着一种更古老、更原始的历史记忆。换句话说，这些不同文明所记录的洪水故事，很可能是从另一个被刻意遗忘的真相发展而来。而这个真相的核心，正是像吉尔加美什这样的尼菲林，在大洪水之后继续存活的秘密。那么，关于吉尔加美什与洪水后的尼菲林，这些神秘传说到底隐藏了怎样不为人知的历史呢？提到吉尔加美什，就不得不深入了解苏美尔文明中的洪水传说。这段古老的故事，最著名的是记载在吉尔加美什史诗中的版本。但其实还有2个相似的版本，分别是以朱苏德拉和阿特拉哈西斯为主角的洪水神话。这3个故事的基本架构都和创世纪中我们熟悉的诺亚方舟故事极为相似。神明提前向人类预告即将到来的全球大洪水，只是主角建造一艘巨大的方舟，并带上家人和各种动物，成功逃离了灭绝性的灾难，最终成为重建文明的祖先。但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苏美尔洪水传说与创世纪在一些关键细节上却截然不同。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主角的身份、道德倾向以及神明发动洪水背后的真正目的。吉尔加美什所讲述的这场洪水的幸存者乌特纳比什提姆，在神话中的地位非常特殊。他并不像诺亚一样是一个完全普通的凡人，相反，他与神明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而吉尔加美什本人则是洪水后的第1代国王。据苏美尔神话记载，他的母亲是女神宁松，因此吉尔加美什体内同时流淌着2/3的神之血统，只有1/3是人类的血统。不仅如此，传说中吉尔加美什身高惊人，高达11肘，换算过来大约有5米。他的身材与能力完全符合古代尼菲林的特征，半神半人的巨人。他不仅力大无比，像一头暴怒的野牛一样强悍，而且在历史记录中，他也以专横跋扈的暴君形象出现，滥用权力欺压人民。这样一位洪水后的统治者与诺亚截然不同，他的出现或许暗示着苏美尔版本的洪水故事背后有着更加复杂的真相和目的。那么，这位拥有巨大力量和神秘血统的吉尔加美什，到底与洪水背后隐藏的真实历史有着怎样的联系呢？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另一部重要洪水文献中，还出现了一个名字叫做阿特拉哈西斯的人物。他是一位因神明的启示而在洪水中幸存的智者，名字的意思是卓越智慧者。
虽然阿特拉哈西斯与吉尔加美什并非同一角色，但两人的故事却有着相似的主题：人类与神明之间的冲突、对永生的追寻，以及在洪水灾难中承担延续人类命运的关键责任。这些共同点使得后世学者在研究古代神话结构时，常常将两人放在同一个文化背景下进行比照。在吉尔加美什史诗的一段对话中，吉尔加美什的同伴恩奇杜曾被称为鱼之子，这一称呼来自他们与怪物红巴巴交战时，敌人用来侮辱恩奇杜的话语。虽然带有嘲讽意味，但这个称谓在古代文化中却引发了更多联想。在近东的腓尼基与亚述等文明中，确实存在半人半鱼的神奇形象，例如达贡神，也叫做大衮。这类形象往往象征着神与人之间的交汇点，代表一种超越自然界限的存在，也使人不禁联想到那些被描述为神、人与人类混合的族群，也就是后来的尼菲林传说。恩奇杜本身就是一位不凡的存在，他是由神明亲自创造的，目的是为了制衡吉尔加美什的权利。他起初生活在荒野，与野兽为伴，象征着未被驯化的自然生命力。后来在与人类社会的接触中逐渐变化，学会言语，接受文化，并最终成为吉尔加美什最亲密的朋友。他的出现不仅平衡了吉尔加美什的霸道性格，也象征着文明与野性之间的融合。他的死亡则成为吉尔加美什踏上寻找永生之路的转折点。还有学者指出，恩奇杜在一些解读中被赋予了堕落的星辰或坠落之星的象征身份。这一意象在古代象征语言中，往往与堕落的天使或从天而降的神奇相关联，象征着曾属于高天却降临地面的存在。这一设定也让恩奇杜的形象与尼菲林的特征更加贴近，既有神性的起源，又具有凡人的命运，身上融合着两种世界的力量与冲突。可以说，吉尔加美什与恩奇杜这两位传奇人物，不只是英雄与伙伴的简单组合，他们背后所承载的血统、角色与命运，正是古代神话中跨越神人界限的象征。在苏美尔的洪水神话传统中，他们像是两个并肩而行的线索，指向了一个更深层、更古老的世界观，一种人类与神明交界的神秘历史。我们再深入一步，来看看洪水传说的核心人物。苏美尔版本的诺亚就是乌特纳比什提姆，你或许会发现更加令人意外的线索。根据吉尔加美什史诗的记载，乌特纳比什提姆与创世纪中的诺亚有明显的区别。他并非像诺亚那样是一个纯粹的凡人，被神明选中拯救生命，成为人类重新繁衍的祖先。相反，在史诗中，他被描绘为一位洪水前的国王，拥有特殊的智慧与预见力。他因顺从了神明的指示，建造了方舟，在大洪水中得以幸存。灾难过后，众神为了奖励他的忠诚与智慧，赐予他与妻子永生，让他们远离尘世，居住在遥远之地。他是一位洪水幸存者，古代智慧的象征者，与诺亚一样，成为人类故事中重启文明的关键人物。在苏美尔王表的记录中，乌特纳比什提姆还有一个更为神秘的身份，他的名字叫朱苏德拉，是洪水前最后一任国王乌巴图图的儿子。在古代的苏美尔记载中，洪水前的这些统治者并非普通人类，他们被称为从天而降的王。这句话的意思是，他们拥有非凡的血统，来源于天界，再次对应了尼菲林的特征。也就是说，苏美尔版本的洪水故事似乎在暗示着，神明在发动这场灾难时，选择了乌特纳比什提姆这样的半神半人的特殊个体存活下来，目的是为了在洪水后延续尼菲林的种族。那么，乌特纳比什提姆作为洪水中的幸存者，究竟是苏美尔人故意创造的神话形象，还是在更深层的历史记忆中，真的存在这样一群半神半人的特殊人物呢？从苏美尔的洪水故事中，我们看到了许多与尼菲林相关的神秘线索。其实，不只是苏美尔文明，其他古代经典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记载。在创世纪有一段特别值得注意的描述，当时有尼菲林在地上，后来也有。不少人第一次看到这句话时，会觉得这句话很矛盾，甚至认为这是文本中的一个逻辑错误。这里的后来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你，这里的后来正是指大洪水之后的时代。换句话说，这段文字的真实含义可能是在告诉我们，尼菲林并不仅仅存在于大洪水之前，
在洪水之后的世界里，它们同样出现了。过去有一些人误以为这是经文中的一个逻辑错误或矛盾，但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刚刚讨论过的吉尔加美什、恩奇杜以及乌特纳比什提姆的故事，你就会发现，这段话或许并不是错误或矛盾，而恰恰是在记录某种真实存在的历史现象，也就是有一部分半神半人的特殊种族确实在全球大洪水中幸存下来，并持续影响了洪水之后的人类历史。除了创世纪之外，另一本古老经典以诺书也进一步提供了支持这种观点的线索。在20世纪死海古卷发现的残篇巨人书中，一个令人惊讶的名字赫然出现：吉尔加美什。在这份残缺但非常珍贵的文献编号 4Q531 里，还有一位名叫马赫维的特殊人物，他是堕落天使的后代。当时马赫维因为不断做噩梦感到恐惧，便向先知以诺寻求解答，而这些梦境的内容竟然都与即将到来的全球大洪水有关。这些看似零散的信息不断呼应着一个共同的结论：尼菲林不仅真实存在，并且在洪水之后的历史中仍然以某种方式继续存在于人类文明当中。那么，这些古老的记载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真相？洪水后的世界又究竟经历了什么呢？在苏美尔的洪水哀歌中，有一句耐人寻味的描述：大洪水席卷而来，淹没了地上的所有生灵，包括黑手族。那么，这个黑手族究竟是什么人呢？根据考古和历史研究，黑手族指的是苏美尔文明最早期的人类族群，他们被称为黑头人。我曾经做过一期关于黑头人的视频，你可以点击链接观看。但有趣的是，一些学者认为这个族群的起源可能并非纯粹的人类，而是人类与某种特殊群体的混血后代。这一特殊群体就是我们之前一直提到的尼菲林。事实上，这种观点有很强的合理性。苏美尔记载中，黑手族所展现的先进文明、知识和技术都超出了同时代普通人类的水平，仿佛继承了某种超越人类的智慧与力量。这种特质正是尼菲林在古代记载中常被描述的特征。换句话说，苏美尔的黑手族极有可能就是尼菲林与人类混血的产物。他们不仅构成了洪水前文明的核心群体，还延续了尼菲林的血脉与智慧。而洪水的降临则似乎就是为了终结或限制这种融合而出现。讲到这里，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洪水过后，吉尔加美什这样的巨人会成为传奇英雄，而不是被当成灾难的幸存者加以警惕？事实上，苏美尔、巴比伦这些古老文明中流传的各种史诗和神话，或许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单纯。从某个角度来看，这些神话传说很可能是由洪水后幸存下来的尼菲林贵族所创造的版本。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首先，他们通过改写历史，将自己描绘成半神英雄，用神话来合理化和美化自己的特殊身份。以吉尔加美什为例，这些史诗不仅把他描述为拥有超凡力量的伟大英雄，更赋予他神圣的血统，将本该视为威胁的巨人血脉塑造成了受人敬仰的特征。其次，这些神话巧妙地掩盖了洪水前的历史真相，也就是这些尼菲林贵族暴虐统治、欺压人类的现实。他们借助故事来洗白自己的形象，将过去的暴政转变为英雄的荣耀与功勋，以便继续维持对普通民众的权力和控制。更重要的是，这些洪水后的尼菲林试图通过神话颠覆人们对洪水事件本身的理解。他们将神明发动洪水的正义行为描绘成无情甚至是错误的决定，将自己定位为值得同情的幸存者，而不是原本灾难的主要原因。换句话说，像吉尔加美什这样的人物和传说，很可能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宣传运动，背后的真正目的就是篡改历史记忆，巩固尼菲林贵族的统治地位，进而影响人类文明未来的走向。经历了这样一场穿越古文明与神话的探寻，我们终于可以站在更广阔的视野中，重新审视那些困扰人类多年的谜团。首先需要澄清的一点是，创世纪中的洪水故事并非像一些人所认为的是抄袭自苏美尔史诗，恰恰相反，苏美尔、巴比伦等文明的洪水传说更可能是在原始真实事件基础上的二次创作与改写。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些神话中的故事是尼菲林族群有意扭曲历史的产物，
目的就在于掩盖真相，保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与特殊血统。无论是苏美尔的拉尔萨王表、苏美尔王表，还是圣经创世纪中从亚当到诺亚之间的时代族长记载，都清晰地呈现出一种共同的历史结构。这似乎暗示着洪水前的世界确实存在一个高度结构化的文明体系，这个体系由一些特殊的统治阶级掌控，并延续了长达数个世纪。而吉尔加美什本人正是这个神秘文明体系的典型代表。他以尼菲林的特殊身份，从洪水前的古老文明幸存下来，洪水之后再次建立起城市国家，将暴政、权力滥用与混乱的文明传统延续下来。他的存在本身已经足以证明一个惊人的事实：那场席卷全球的洪水似乎未能彻底消灭尼菲林的血统。当我们站在今天回望这些扑朔迷离的远古传说时，或许应该意识到，这些被称作神话的故事背后所隐藏的真相，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它们不仅仅是遥远文明留下的文化遗产，更可能记录着真实的历史轨迹，一段至今仍然隐藏在迷雾中的历史。感谢你观看本期视频，记得点赞、关注并开启小铃铛。下一次，我们将为你揭开更多远古历史背后的真相。